办理退休别忘交这份材料，否则每月少领720元，早知晓早办理。辛辛苦苦干了几十年，终于等到了退休这一刻，以后不用再晚睡早起，还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但是在憧憬未来美好生活时，你是否想过还要办相关的手续呢？对于每一位即将退休的人来说，及时办退休手续至关重要。这一步不仅是对自己整个工作生涯的圆满收官，同时也是确保养老金权益得到充分保障的关键所在。想要办退休手续，就得把所有的材料交齐，有一份最为关键。若是忘记递交，一个月能够拿到的养老金金额可能会少720元。那么，到底是什么样的材料这么重要？重要材料是什么？在当今社会，720元钱并不是特别多，但一年算下来也有8、9千，对于普通的家庭来说，这些钱能做不少事情。例如给家里添置电器、买米面粮油等，能够让人月月多领720元钱的重要材料叫做工龄认定料，其可以证明一个人在整个的职业生涯中所工作的年限，根据工作年限的不同，能够享受到的社会保险福利也不尽相同。无论是哪一个地区，在计算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时，需要关注多个方面的因素，工龄就是其中之一。理论上来说，工龄越长，代表工作的时间越久，在退休之后可以领取到的养老金就越多。由此可以看出，工龄认定材料对于一个人退休后所享有的福利待遇是具有决定性的。在现实生活当中，很多人办理退休时都会提前准备好各种材料，但唯独忘记了工龄认定材料，会导致每个月少领了720块钱。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2点，一是压根不了解政策，根本不知道还有这样的一份材料需要提交，更不知道这份材料竟然值这么多钱。二则是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导致材料丢失，无法提供。不管出于什么原因，只要没有提交工龄认定材料，对自己退休后的生活影响是比较大的，可能有2种后果。首先就是退休申请被拒，或者无法及时办理，只能延迟退休。因为没有工龄认定材料这份证明，相关部门无法得知办理退休人员的工作年限，自然也没办法判断是否符合退休条件。其次，在有些地区，就算没有工龄认定材料也能够申请退休，只是缺少了这份材料之后，相关机构在计算养老金数额时可能会少很多。这样一来，退休后能够拿到的养老金比较少，有些甚至只能领取最低的金额。部分地区还有明确的规定，每当工龄缩短1年，退休金便会按照既定比例缩减。如果工龄缺失了5、6年，甚至是更长时间，每个月损失的养老金也会明显增多。这种损失不仅是数字上的减少，而是个人辛勤付出与期望回报打了折扣。在某食品厂工作了一辈子的老何，终于到了退休的年龄。等到领取养老金时，他发现自己每个月都比工友少720元钱。经过询问才得知，工友当时提交了工龄认定材料，所以每个月可以多领着720元钱。老何因为忘记这件事，所以领取的养老金比较少。老何向来是很节俭的人，虽然只有720元，对他来说也是相当大的一笔钱。如果当初自己多了解一下相关的政策，把这份材料提交上，现在每个月也能多领720元，生活水平也会提高一点。虽然只是一个简单的案例，但是却充分证明了工龄认定材料在办理退休过程中的重要性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720元钱与普通的养老金性质并不完全一样，它属于过渡性养老补贴。虽然说提交工龄认定材料是领取这项补贴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，但并不是说所有人只要提交了这份材料就一定能够拿到补贴，因为该项补贴的领取还需要满足另外一个标准，那就是工龄必须要达到30年。如果退休时工龄已经满了30年，而且能够提交完整的材料，一般情况下是可以领取补贴的。但如果工龄不足30年，则可能与这项补贴失之交臂。2. 如何确保准时提交工龄认定材料？
虽然现在的人对于养老金政策的了解越来越深入，忘记提交工龄认定材料的人大幅度减少，但仍然不能完全避免这种情况发生。在每年的退休人群当中，总有一部分人会因为忘记提交这份材料而与每个月720元钱的退休金失之交臂。因此，为了确保大家能够准时提交工龄认定材料，有必要了解相关的步骤，做好准备工作。首先，在临近退休前，需要先对所在地区的社保政策以及相关规定加以了解。每个地区的发展情况不一样，对于社保政策的规定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。只有提前了解，才能够准备好相关的材料，方便到时候提交。对政策和规定了解清楚之后，下一步要做的就是仔细整理个人工作档案。个人工作档案中详细记录了整个工作生涯中的一系列事件，包括工作年限。可以说这是证明功能最为重要的材料之一。为了保证每一份材料都能够完整无缺，必须认真整理。整理时需要关注相关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。在这之后，临近退休的人还需要准备其他一些辅助性的文件，从而证实专业资历，主要包括劳动合同、薪资明细、社会保险缴纳凭证等。利用这些材料，可以更好地证明个人的工作年限以及社保的缴纳情况。这可以方便相关部门计算养老金，避免最后拿到的养老金不足。最后一点也非常重要，那就是要及时将相关的材料进行提交。如果已经到了办理退休手续的时候，需要仔细检查工龄认定材料和其他的相关材料是否准备完全。如果已经准备好，需按照规定的时间进行提交。若是这个过程中存在着疑问，或者有较多不明白的地方，可以咨询所在的单位，也可以咨询当地的社保机构。3. 工龄认定材料丢失怎么办？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，不少离退休人员并不是忘记提交工龄认定材料，而是自己的材料因为某些原因而丢失了，根本无法提交。如果存在这种情况，相关部门难以准确核实工作年限以及工资水平，如此一来，养老金待遇的计算势必会出现误差。即使实际性的工龄已经满了30年，也很难拿到过渡性养老补贴，甚至连正常的养老金都会减少。此时最重要的就是去补办，只是补办手续较为复杂，需要提供各种各样的证明材料，例如工资单、社保缴费证明、离职证明等。有些材料可能会长期保存下来，例如社保缴费证明，但有些材料则早已丢失，例如工资单。因此，要准备这一系列的证明材料，通常需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。如果中间有过多次离职的情况，还要和原来的雇主或者相关部门进行沟通与协调，以便拿到必要的证明材料。若材料一次性准备不充分，或者准备的材料存在着问题，通常要多次提交申请。这样一来，补办的时间便会明显延长。有些人的运气比较好，能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将所有的证明材料准备好，从而拿到补办的工龄认定材料。但有些人的运气则比较差，前前后后跑了无数趟，最后还是被告知不能补办。比如说，之前工作过的公司因为经营不善已经破产，根本找不到相关人员，更别谈提供离职证明或者其他的证明材料。还有一些企业存在着违规操作的情况，并没有把员工的信息上报给社保部门，如此一来，社保部门便无法核实社保缴纳的具体情况，从而导致补办失败。若真的存在上述类似的情况，最终丢失的可能不仅仅是每个月的720元钱，还有可能是全部的养老金。对于即将退休或者已退休的人群来说，这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。因此，为了防止这样的情况发生，在工作的过程中需要时刻关注自己的个人档案，不仅仅的工龄认定材料，其他的材料以及证明文件也需要保存好，以免到时出现问题，影响退休金的领取。总结，在正常情况下，每一位劳动者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都要面临退休，而退休之后的养老金则是未来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保障。
如果想在退休时顺利拿到自己该得的养老金，那么在办退休手续时，必须格外留心工龄认定材料等相关文件，最好能够提前看一看相关的材料是否已经准备齐全。如果有必要，还可以向当地的社保部门咨询退休的办理流程，这样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，缩短办理时间，提高成功率。只有做好万全的准备，才能够确保退休之后能够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，让晚年的日子真正如诗如画。